各位朋友，人言可畏呀，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尤其是现在的互联网传播时代，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最傻的就是跟网友们对着干，甚至是威胁网友，对吗？有人说你不天天在你的视频底下跟那网友杠吗？问题是我跟杠的那些都是属于社会边缘底层极少数的这些精神病的独轮运呐。我是给我自己找个乐子，我在现实生活中，对吧？我能不能动不动就跟训孙子似的骂人家吗？人家还不得给我一枪啊，是吧？那我得敢吗？对吧？在网络上找个乐，都是极少数的一群精神不正常的反贼，你知道吗？但是呢，占主流的这些广大的网友啊，那你可千万不能跟网友叫板。知道吧？水可载舟，亦能覆舟。作为一个名人、公众人物，尤其如此，你要引起了众怒，对吧？你说啥，大伙也不会信啊。即便是你有理，你在千夫所指的这种情况下啊，你也讨不到好去，对吗？安红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说了这个狂话以后还要跟网友硬杠。安红基金会发了一纸声明，威胁要起诉那些质疑他的网友，彻底点燃了中国网友的互联网的怒火。针对近期网络热议，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今日发声，正面回应关联交易、投资理财、设备采购等8大质疑。基金会明确表示，韩红个人与基金会独立运营，界限清晰，所有善款及理财收益全程合规，从未涉足高风险投资。对于公众关心的行政开支，2025年管理费占总支出的2.86%，远低于法定红线。同时，对于公众批评购置电脑相机等设备问题表示，忽略了公众朴素的共情观感，对此诚恳致歉，承诺将优化采购流程，压缩行政成本，加快善款落地效率。基金会强调，所有信息均依法公开，对于恶意造谣将坚决追究法律责任，始终坚守每一分钱都用于生命守护的初心。韩红基金会发声了，一共6页8条3205个字，很多粉丝读完直呼看不懂。今天我们就逐条拆解一下。第一条说的是韩红和韩红基金会法律上完全独立，这条想表达的意思是韩红是韩红，基金会是基金会，因此公私不分和小金库问题不存在。这一条的逻辑漏洞在于只强调法律关系，却不说明二者事实上的强绑定关系。韩红和基金会虽然法律独立，但基金会所有募捐宣传全部使用韩红个人形象，大众捐款也是冲着韩红的人品和担当去的，受益的时候就默认捆绑，有质疑的时候就赶紧声明法律关系。这种前后反差给公众一种甩锅和切割责任的感觉。第二条说的是韩红老师旗下公司和基金会有关联交易是谣言，还要起诉造谣的人。这一条的逻辑漏洞在于基金会忽略了信息不对称要素，韩红老师有几家公司，是否有关联交易，韩红老师和基金会很清楚，但普通老百姓不清楚。老百姓网上查到了关联的医药公司，并提出了质疑。作为韩红老师和基金会应该做的是公布名下公司股份和利益往来账目，马上就可以真相大白，以正视听，而不是用法律手段起诉质疑的人。上百万捐款人，累计数十亿资金，公众不能有质疑吗？如果有疑问就要被告，那以后谁还敢提出质疑？那公开监督又从何而来？第三条说的是捐赠的救护车和医疗物资全部正常投入基层使用，这一条就有点含糊其辞了。公众质疑的是救护车投入到哪些基层哪些单位，使用频率如何，救护车是否对贫困病人有高额收费，但你只告诉大家投入到了基层，却没有用数据详细回复，就好像有人问你晚上吃了什么，花了多少钱，鸡蛋水平是否超标，你只说我吃饱了，这不是答非所问吗？这条正确的回复应该是公开分批次车辆接收回执，各地区车辆使用台账，实地回访记录救护车营收情况，收捐单位财务状况，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信服。第4条说的是基金会已经落地多项1对1帮扶项目，所以并不是不救助个人，
这条和第3条存在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只笼统说多个项目，不具体说1对1帮助了谁，金额是多少。明明有网友反馈没有得到针对个人的救助，基金会却说已经给到了个人救助，那就公开详细救助信息啊。如果基金会觉得病人信息是隐私，我们完全可以隐去姓名，基金会只需要公示救助总人数、资金规模、帮扶病种、捐助的时间地点、被捐助人的诊疗记录和缴费单据，这样既保护了隐私，也回应了质疑，而不是含糊其辞地说做了多个1对1帮扶项目结束。第5条，关于结余资金较多的问题，基金会给出的理由是2025年捐款暴增到了7亿，现有团队执行效率跟不上，导致捐的多花的少，紧急救助没来得及做，最终大量资金沉淀。那这条我就要结合你的第8条说了。第8条说的是，基金会之所以实施高薪酬，是因为对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应急处置能力、时间精力投入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必须高薪聘请慈善团队。那这是不是说明韩红基金会团队有处置捐赠资金暴增的能力呢？但第5条又说团队执行效率跟不上，没有这方面能力，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如果你说能力跟不上，那就说明高工资不合理；如果你说能力跟得上，那第5条就不可能出现。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之前韩红老师多次公开发生筹款难，基金会资金紧张，月捐人越来越少，要去长城捡垃圾，但现在又说捐款资金暴增，导致大量资金结余，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前后矛盾呢？那基金会到底是缺钱还是不缺钱呢？而且捐款暴增也站不住脚，很多月捐人都是几十几百省吃俭用捐赠的，捐赠数字应该是一个逐天累积的过程，基金会为什么会没有反应时间？第6条说的是基金确实理财了，但理财标的都是风险比较小的存款或稳健金融产品，我觉得这条回答反了。公众没有质疑你低风险理财，大家问的是理财收益为什么如此低？公开信息显示，韩红基金会 7.96 亿的规模，全年理财总收益只有 602.31 万元，综合年化收益率才 0.75%， 而行业理财年化中位数为 1.5% 至 2%， 0.75% 显然大幅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属于极度保守、流动性优先的操作，说白了就是存了最保守的活期，这种只适用于资金紧缺的情况。而韩红基金会第5条说了，资金结余较多，这又是一个前后矛盾。而且我还要说回第8条，既然团队工资高能力强，怎么会让资金结余较多和理财极度保守的情况同时出现呢？第7条，关于公众质疑基金会购置高价电脑和相机设备的问题，基金会的解释是合法合规，但是因为公众认为不合理，所以他们决定不买高价苹果电脑和相机设备了，是自己思虑不周了。我觉得这条既然做错了，那就大方承认，不要先说合规，再说是照顾公众期许，给人一种被迫妥协的感受。高价相机、专业影像设备本来就属于非必要开销，错了就是错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承认？再者，苹果电脑价格高，什么价格不高呢？是否应该趁此机会制定设备采购标准，向社会公布呢？善款一分一厘，皆承载大众托举生命的善意，合规运作只是底线，及时落地，坦诚公示，俯身倾听，才是长久立身之本。唯有放下流量滤镜，直面公众期许，让每一份爱心看得见、摸得着、用得实，公益之路才能行稳致远。我上次不是说了韩红那个走个面的事情吗？评论区里就有人说韩红是做慈善的，我不准你说她。接着昨天又有一位网友给我发来私信，内容是这样的，我贴出来大家看一看。怎么样？你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我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位年轻人，不超过22岁，还没踏入社会，没体验过人心的险恶，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还保持着一份天真和善良。他对这个社会的复杂性，对成年人的阴暗面，缺乏一个深刻的理解。那今天我就从逻辑方面来逐一指出这位朋友的问题。首先，你说韩红对这个社会做过那么多有益的事情，请问他做过哪些有益的事情？你有认真了解过吗？你可以列举几件吗？你可以说一说具体情况吗？比如他的慈善基金会是怎么运作的，符不符合规范，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又用到哪里去了，有没有公示，有没有猫腻，有没有用到不该用的地方。这些东西我看到已经有人在扒了，你可以去认真了解一下，对吧？如果你只是道听途说，从媒体那里听到说韩红做慈善，韩红了不起，那你听到的很多都是表面的东西，甚至可能是刻意宣传的东西。因为很多明星啊，为了维持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或者马上要开演唱会了，新剧要上映了，为了维持热度，更好的卖票，
他们都会花钱买通稿、买热搜，这类东西都是宣传性质的，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是没有什么深度和营养的。你从这些东西里根本不可能深入了解事情的真假，还有其中的猫腻。你只有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动用内部关系，才可能知道一些真正的内幕。所以你认真了解过韩红做了哪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吗？如果你没有了解过，请不要说的这么肯定，不要张口就来。然后韩红呢，她作为一个艺人，或者我们说歌唱艺术家吧，实际上这些年她是吃到了时代红利的一拨人。前些年这些演艺歌唱明星有多赚钱，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普通老百姓辛辛苦苦工作，可能一年也挣不到他一首歌的钱，你说合理吗？公平吗？对吧？说句不好听的，你吃尽了时代红利，你就应该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多为社会做贡献。其次，你说他不应该因为一句话就被网友上纲上线的批斗，这会寒了一个做了那么多好事的人的心。首先，我想问你，什么叫做上纲上线？你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吗？还有，你认真看完我的视频了吗？你要是没看完或者没仔细看，请你再去看一遍，然后你再来跟我说我里面哪句是上纲上线。你不要一上来就给我扣帽子。还有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啊，尽量不要用这种虚无缥缈、语义不够明确的大词，这是一种不爱思考、偷懒的表现。然后我批判他走个面这句话说的不对，跟他做慈善做公益没有一毛钱关系，这是两码事，你不要混为一谈。一个人做了好事我们要表扬，一个人做了坏事我们要批评。这是什么？这是实事求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件好事就否认他会做坏事，就假装看不到他做坏事，对不对？如果你这样做，那就是把人神化了。把人神化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能把人神化。是人就会犯错，犯错就要承担后果。我们要讲法律，讲规则，不要讲人情，讲崇拜。更何况他韩红这次出席的也不是什么公益活动，而是电影宣传活动，是商业活动。商业活动是要赚老百姓钱呐，所以你搞明白了没有啊？然后第三点，你说我被大众情绪裹挟，不应该跟风吃这种流量。小朋友啊，我发现你也是个唱高调的好手啊，年纪轻轻满嘴的八股文，处处给人扣帽子，好像就显得你站得高看得远，高瞻远瞩，高屋建瓴，高处不胜寒了是吧？你这话说的，你是看不起大众对吧？你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对吧？还被大众情绪裹挟。我告诉你，大众不傻，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众的情绪是自发的，没有谁能裹挟得了谁。大众有情绪，这不代表大众是错的，你没有情绪，这也不代表你是对的。请你不要拿情绪来评判别人的对错。别人有情绪，可能因为别人是正常人，你没有情绪，可能因为你冷血也说不定啊。还有就是，我爱点评谁就点评谁，轮不到你在这里教训我。互联网上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多了去了，流量比我高的也多了去了，你应该去纠正他们，让他们闭嘴，那才能显示你的大无畏精神，那才能维护你心中的正义。最后一点，你不用刻意强调说你不是韩红粉丝，不听歌，你这样做完全是画蛇添足。你在上面处处为韩红叫屈，如果你说你是他粉丝，你听他的歌，我还能尊重你一点，我会觉得你只是被偶像光环蒙蔽了，你还有救。但你非要强调你不是他粉丝，那我只能说你要么虚伪，要么头脑有点混乱吧。韩红大姐啊，我希望您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啊。这几个问题呢，不仅是我关心的，也是全网网友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啊，您到底有没有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第二个问题，您到底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还是曲艺作者或者是有些背景家庭的孩子呢？那么前面这两个问题啊，是关系到一个人最基本的做人的诚信问题，希望您必须得回答。第三个问题啊，您的基金会啊，目前根据网传啊，有将近80个人在领取工资，这些工资呢都是小老百姓的捐款啊。那么这领取工资的80个人，
他们有没有阅捐？还有您韩红大姐啊，有没有将您的收入捐到您的基金会？捐了多少？那么我们希望看到这一方面的一个明细。第四个问题啊，您在全国范围之内捐赠了很多的这些救护车等医疗设施。那么这些救护车、医疗设施的采购流程、采购明细，您能不能公布一下？第五个问题啊，关于网传说您名下呢开设了有4家公司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官方媒体报道了他们也到企查上查了，跟您能关联到，这到底是真是假？那如果说是真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质疑您左手套右手呢？第6个问题啊，您所采购的这些救护车等等一系列，动辄就是几千万。那么我想问一下，这几千万是怎么来的？那为什么不把这些明细公布呢？只笼统的告诉网友这一次我们公益几千万花费了4000万、5000万，那这个明细你应当公布你不公布明细，网友怎么能知道您购买的这些车这些设备就值这么多的钱呢？第6个问题关于这个内蒙古，内蒙古的地缘非常的辽阔，人烟稀少那老百姓看病肯定是困难。那么这个困难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还是老百姓手里没钱吗？老百姓手里面有充足的钱去看病，那医院自然也就有收益有收益，那他的医疗设施自然就好那您这样的给医院给这些机构捐赠这些救护车，确实是这个医疗环境可能是改善了。那老百姓手里面如果说没钱，那么照样也是看不了病的。那您究竟是帮老百姓还是在帮医院呢？再说了，医院国家都是有一些相应的政策在帮扶的，那用得了您拿这个善款去帮吗？您哪怕把这4000万块钱拿出1000万块钱分给这些身患重病需要帮助的人，那3000万块钱哪怕您自己就装到口袋里面了，我也不会多说一句话。可是您做的这些，我实在是不满意，看不下去。质疑韩红的中国网友万万千，你韩红你起诉得过来吗？再说了，你起诉这些所谓的网友敢拿慈善捐款吗？你这不是给自己找，对吧？你这不是挖个坑要把自己给埋了吗？对吧？韩红嚣张了一辈子，跋扈了一辈子，在那个陈鲁豫的采访节目中又接部长电话又接下属电话，但是这回在万千的网友面前，你这是在自己作死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危机公关。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